接上集海玲是想去看看前夫的生死情况，但也要出来和陆太太母子俩打声招呼。海玲，你前夫的姐夫叫住你做什么？周家出事了，叶家妮捅伤了周红林姐弟俩，周红林的伤势极重，现在都还在急救室里抢救。周红英伤的不重，已经转入住院部养伤。那个周红林不是对姓叶的很好吗？姓叶的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夫妻俩反目，有可能吵架时周红林家暴了吧？他有家暴前科的。任先生也是刚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，他还不知道具体发生的原因。海玲，你和周红林是离了婚，但他还是杨洋的爸，你要不要去看看情况？阿姨，我是想去看看，若是他救不回来，杨洋是他的儿子，总得让杨洋送他一程。陆总，就麻烦阿姨先陪着。我陪着东明就行，你快去吧，需要帮忙跟我们说一声。海玲点点头，很快就离开了。看周红林的现在的结局，这就是出轨的代价。东明，你以后若是娶妻生子了，一定要忠于婚姻，忠于你的家庭。若是你觉得你无法忠于婚姻，忠于家庭，妈希望你单身一辈子，不要去祸害人家的女儿。妈是没有女儿，但妈也是个女人，谁愿意看到自己的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的？若是不爱了，可以提出离婚，离了婚后恢复了单身，喜欢谁追求谁都是他们的自由。妈，我就打一辈子光棍，你不用担心你儿子会落得周红林那样的下场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你能好起来的，等你康复了，你要追求海玲，要娶她为妻，给杨洋当后爸，妈都不反对了。像你当初说的，这是你要娶妻，你要过日子，只要你觉得幸福，妈不干涉。杨洋是个很可爱的孩子，妈也喜欢他，他给妈当孙子，妈现在能接受了。妈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？在我好端端的时候，妈反对我和海玲在一起，要死要活要断绝母子关系。我现在惨了，连自己站立起来都困难，你就说让我喜欢海玲就追求海玲，娶海玲为妻，你这是想让海玲充当我的免费保姆？我不会娶她的，她一天不走还在照顾我的话，妈就要支付她的工资，她不欠我的。妈是自私，妈只想你好起来，你要怎么说妈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好起来。你要娶个男人回家，妈都不管了，不在乎了。妈现在后悔的要命，当初为什么要拦着你去找海玲呀？要不是妈，你也不会，都是妈的错。那天我并不是想去找海玲，我是想回公司的。我当天有重要的会议，妈那样质问我，我气恨之下就由着妈误会我想去找海玲。不管怎么说都是妈的错，所以妈想让你快点好起来。海玲来到急救室的时候，看到周父周母还在急救室门外守着。叔姨，红林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，医生还没有出来过，只看到不停有其他医生进去，血袋也是一袋一袋的送进去，他流了很多很多的血。海玲，红林弱势，怎么办？我和你周叔怎么办呀？阿姨，医生还没有放弃红林，说明他还有救的，你们别太担心。杨洋呢？海玲，把杨洋带过来，万一也好让杨洋送他爸一程。你说什么晦气话？红林不会死的。海玲说的对，医生都还没有放弃红林，说明他还有救的。红林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他才30出头，年轻着呢，不会死的。海玲，还是把洋洋带过来吧。红林对洋洋还是疼爱的，这是他唯一的孩子，说不定洋洋来了，红林知道儿子想他，他能挺过来呢。鹏鹏和小飞今天去了菜场，洋洋应该跟着他回了我老家那边。我打电话给彤彤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。姐，怎么了？洋洋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和小飞回老家了，路太远，就没有带着洋洋。洋洋跟着战印在他公司呢。我知道了，我打电话给战印吧。姐，是陆总想见洋洋吗？彤彤，周红林姐弟俩出事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叶佳妮捅伤了周红林姐弟俩，周红英伤的不重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周红林还在急救室里抢救，已经抢救几个小时了，情况可能不是很好。他爸妈担心他熬不过来，求我把洋洋带到医院。若是周红林不行了，让洋洋送他爸最后一程。姐，这是真的，那个姓叶动刀子伤人，他重伤的不是周红英，周红林对他挺好的呀，难不成周红林死性难改，又家暴了？不清楚原因，周红英是去救他弟才被叶佳妮砍伤的，说明姓叶的目标就是周红林，想置周红林死地。周红林一个大男人遭到反杀，要么是他反应慢了，要么是他刚好睡着，姓叶的突然动手的。那我打电话给战印，让战印送洋洋去医院。等海玲再回到钱公婆的身边时，急救室的门总算开了。谁是周红林的家属？医生，我们是他爸妈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伤者伤势过重，能做的手术我们都做了，
现在伤者也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需要转入 ICU 一段时间，能不能醒来就看他自己了。医生，救我儿子！求求你们救我儿子！我就一个儿子呀，他还那么年轻。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伤者能不能熬过来，我们也没有把握，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吧。谢谢医生。你别哭了，红林还活着呢，别哭了。海玲，你打电话给海童，让他不用送洋洋过来了。红林还活着，转入了 ICU 又不能让家属陪着的，洋洋来了也看不到他吧？还是让他不要来了，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洋洋又那么小。海玲，你阿姨说的对，洋洋现在过来也看不到红林，还是不要过来了。海玲又打电话给战印，让战印不用再送洋洋过来。海玲，谢谢你还来看我们，安慰我们。现在红林不需要照顾，你忙你的事去吧，我和你阿姨在这里守着就行。海玲又安慰了他们几句，便离开了。错了呀，错了呀，都错了呀！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？我们祈祷红林能熬过来才是正事。那个姓叶的干啥子要下死手呀？海玲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们四少爷又在发脾气，砸东西了，他能摸到的东西都被他砸了。陆总怎么又发脾气了？我们也不清楚。太太推着四少回来后，没2分钟，四少就开始大吵大闹，说要出院回家去。太太安慰他，他听不进去，开始砸东西。我要出院，我要回家，我不想再留在这里了，1分钟都不想留下。陆先生，你还不能出院，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。你看你现在都好了很多，不能再……我哪里好了？我哪里好了？你们说说，我哪里好了？我连自己走路都不行，坐在轮椅上就叫做好了。在这里也是躺着，出院也是躺着。我要出院，我回家里躺着。陆东明其实是心情不好，海玲去看望他前夫了，知道周红林现在生死关头，看在他是杨洋亲爸的份上，海玲去看一下也很正常的事。可是陆东明就是心情不好。东明，听医生的话，医生说你还要再住院一段时间才能出院，咱们听医生的话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要出院，我现在就要出院。你们不让我出院，我也不待了，我自己走。陆总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我要出院，我现在就要出院。海玲，你去帮我办出院手续。我要出院，在哪里都是躺着，我回家里躺着不也一样？医生，陆总提前出院可以吗？陆先生其他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，只有腿伤，按理说出院也是可以的了。陆先生坚持要出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给他出院，不过不要太快让陆先生去做复健，要让他再休养一段时间才能开始做复健。听到了吧？医生说我可以出院的了，快去帮我办出院手续。医生，我儿子是真的可以出院了吗？陆先生坚持要出院，就让他出院吧，回到家里养伤，他的心情或许能好一点，心情好了，康复的才快。既然医生都这样说了，陆太太和丈夫去帮陆东明办理出院手续。闹脾气的陆大总裁就交给海玲看管着，不让他再闹。你那个前夫还活着吧？还活着。命真大。医生说他伤势太重，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呢，转入了 ICU 病房住一段时间看看。医生说他们已经尽力，看能不能醒来，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是怎么一回事？渣男贱女居然也有动刀的一天？不知道，事发突然，除了当事人，没有人知道动刀的原因。妈妈，陆叔叔！杨洋欢快的叫喊声响起，陆东明那张雷公脸都好看了很多。洋洋，姐，杨洋说想陆叔叔了，坚持要来医院。我们当时又在半路上，便继续过来了。东明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战役，我可以出院了。我爸妈去帮我办理出院手续了，再在这里住下去，我就真的疯了。东明，恭喜你伤好出院，那我来的也是巧，可以接你出院。在哪里躺不是躺呀？现在又不用输液了，回家里躺着，我心情也能好一点。陆叔叔，你好了吗？陆叔叔今天可以出院了。战役，我公司里现在怎么样了？正常运转。陆二哥现在熟悉了点，不像最初那样手忙脚乱。东明，你好好的养伤，公司的事不用担心，除了你哥哥，还有我和苏南看着呢。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公司上班。东明，你别说丧气的话，你能好起来的，一定能好起来的。到时候好好的做复健，坚持下去，你能重新站起来。我和苏南还等着你一起去打球，骑马、出海呢。若是我下半生都摆脱不了轮椅，我就坐着轮椅去上班，让保镖们跟着我，倒是没有太大的影响。会好的，东明，你是个很坚强自信的人，相信自己，只要你坚持着做复健，绝对能康复的。医生都说你康复的几率很大。陆叔叔，加油！姐，我先推东明出去，洋洋，你在这里帮你妈妈收拾，姨丈和陆叔叔说说话。好。我姐盘下了一间饭店，重新翻修中，简单的翻修，很快就能正常营业。东明，你看我姐都这么努力了，
你可不能放弃啊！他的任你时不开了吗？任你时也还在开着，他换了一种经营方式，就是以入股的形式，让2位店员入了股，能分红，然后任你时就交给2名小股东打理了，他占股80%，签订了合同，又另外请了2名店员帮忙，他每天回去看看账就行，能腾出时间来打理新的饭店。哦，东明，你突然间要出院是为了什么？与周红林出事有关吧？周红林现在也住院，他又是杨洋的亲爸，我不想海玲经常去探望那个渣男。你也说了，姓周的是杨洋的亲爸，我姐去看一看他，是看在杨洋的份上，他不会天天去探望姓周的。你想的太多，明明还那么在乎我姐，却总是发脾气赶他。战役，咱们多年老友了，别人不理解我，你还不理解我？你看我现在这样子，还怎么给海玲幸福？没得连累她，她现在为了照顾我，已经瘦了一大圈。东明，你就不能为了我姐坚持着复健，早点康复吗？你真的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姐被其他男人追走？你要是真的那样想的，那我跟我奶奶说，给我姐介绍几个适合她的好男人，让他们见见面。若是擦出了火花，我和彤彤作为我姐的娘家人，铁定会让我姐风风光光地嫁出去的。陆东明的脸色都白了。东明，还没有试过的事，你先放弃了，那就真的一点希望也看不到。战役，我听你的，出院后就去做复健，只要我的双腿没有失去知觉，相信我还能站起来的。加油，相信你可以的。周家的事，你可知道原因？我跟苏南说了一嘴，苏南为了满足他老婆大人吃瓜之心，早就去打听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不管周红林是死是活，我相信姐是不会再给他机会的了。她是宁愿当单亲妈妈，都不可能再和周红林复婚的。你放100个心吧。海玲收拾好东西后，想着杨洋都来了医院，便带杨洋去看看周红林。奶奶，爸爸会好起来的。奶奶，你别哭。是，你爸爸会好起来的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洋洋，你爸爸是爱你的，知道你来看他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此时海玲的手机响起来，她走到一旁去听电话。姐，你还在医院里吗？带洋洋来看看他吧，陆总也要出院了，等会儿我们就回去。周红林没死吧？还活着，不过未脱离生命危险，现在进了 ICU 病房，医生说他们尽力了，接下来就看周红林的造化。小军告诉我原因了，叶佳妮是趁周红林午休的时候，用藏在房里的尖刀对着周红林乱捅的。叶佳妮流产后自知出了小月子，她就要重新坐牢，她想和周红林再要一个孩子。周红林体谅她刚流产，身体没有调养好，婉拒了她这个请求。叶佳妮却觉得周红林是嫌弃她了，想让她重新坐牢，再加上流产后她遭到了婆婆和大姑姐的指责，心理压力很大，对周家人满是怨恨。周家人还老是挑唆着周红林和她离婚，她害怕自己重新坐牢后，周红林会跟她离婚，再娶别人。她说她反正都不想活了，就带着周红林一起下地狱。周红英会受伤，是她看到弟弟被捅伤，她扑过去救弟弟，被叶佳妮捅伤的。听了叶佳妮动刀杀人的原因，海玲久久不语。姐，陆总今天出院吗？不是说还要住一段时间的院吗？陆总吵着要出院，他早就吵着闹着要出院的了，医生一直劝他，今天怎么都劝不住，问过医生了，现在出院也可以，回家后静养一段时间才能做复健。陆总现在的脾气就像6月的天气，说变就变。现在不需要输液了，出院回家静养问题也不大，还是回家好一点，每天能坐着轮椅出门走一走，散散心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陆总的心情能好很多，心情好了，恢复的也快。我已经帮他收拾好了东西。战印带着洋洋来了医院，洋洋说要看陆叔叔，既然洋洋都来了医院，不去看看他爸又说不过去。我现在就带着洋洋来看了看他爸，只能在病房外面透过玻璃窗看上几眼。姐，我准备回去了，先不聊，回去再说。好，开车慢一点。周叔、阿姨，洋洋爸现在这样也不需要你们照顾，你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，吃点东西。海玲，你不用担心我们能撑住的。洋洋说他就要上幼儿园了，都报好名了吧？早就报好了名，9月1号就上幼儿园了。周母点点头，问了杨洋上哪所幼儿园，知道孙子上的是管城最好的幼儿园。周母想说什么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最终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海玲让儿子跟前公婆说了再见，便带着儿子离开。
洋洋上那么好的幼儿园，小宝只能在乡镇上幼儿园，1个学期5、6千块钱的学费，红英都哭说学费太贵。当初红林同意把洋洋给了海玲是最正确的决定。小宝能跟洋洋比吗？洋洋有个嫁入豪门的小姨，海童那么疼爱洋洋，不会让洋洋输在起跑线上的。别感叹了，洋洋始终是咱们的亲孙子。海玲姐妹俩把洋洋培养成才，洋洋依旧是叫着我们做爷爷奶奶的，是我们周家的孙子。阿姨，陆总现在出院了，你们家里人多，也能照顾好陆总，我就不跟着过去了。我新盘下来的饭店在翻修当中，我想过去看看翻修的情况。海玲，东明有我们照顾就行，你去忙你的事吧。不过你也别太累，这段时间你已经累坏了。阿姨，我们都是盼着陆总能好起来的，只要陆总好起来，我累一点也没什么。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海童从老家回到市里的时候，已近黄昏，他先去了姐姐的租房。彤彤，你回来的正巧，我刚做好饭。我是有口福的，还没有进门就闻到了香味。你是刚到的吗？还是去了公司？刚到的，路上堵车，耽误了一会儿。一回到市里，小飞就被军武少接走去吃浪漫的烛光晚餐了。战印晚上有应酬，现在小军怀着身孕，苏总很少应酬了，战印就忙了很多。我想着陆总出院了，姐肯定在家里的，就过来蹭饭吃。姐，陆总出院了，你还要继续照顾他吗？我想应该不用了，他家里那么多人，能把他照顾好的。我得打理我的饭店了。不过我明天休息一天，准备带洋洋去公园玩，他也快要上幼儿园了。正好，我明天也想休息休息，不去公园玩了，我们回悠悠山庄去，山庄比公园好玩多了。姐，等会儿我们去逛街，我给大家买点小礼物带回去。好。海玲爽快地答应了。晚上9点，海童才带着一车的礼物回山顶别墅。大少奶奶，有一辆车横着停在别墅门口，挡着去路了。下去看看是谁的车。小姐，请问你找谁？麻烦你先移车，这里不能这样停车，挡着我们大少奶奶的车子了。我是来找你们大少奶奶的，你们去跟海童说，我请她出去吃宵夜，想和她谈一谈。小姐贵姓？我姓段。段小姐稍等。大少奶奶，那辆车是段小姐的，段小姐说她想和大少奶奶谈一谈。海童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给他家男人送花束、送新衣服、新领带的段家千金。段小姐找我的。你就是海童？段小姐要见我，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吗？我看过你的相片，不过相片很模糊，看不清楚。海小姐的真人比相片要好看很多。谢谢段小姐的夸奖，段小姐也很美，不知道段小姐找我有什么事？海小姐现在方便吗？我想请海小姐吃宵夜，聊聊天，就我和海小姐2个人。段小姐，我家战先生很快就回来了，他回来要是没有看到我在家，会着急的。你看看能不能在这里长话短说，或者段小姐改个时间。战总这么早就回家的吗？我们家战先生现在是个模范丈夫，只要我不陪着他，他每天晚上9点半左右就会到家的。他说工作再重要都不如我重要，舍不得让我等他回家等到深夜，也想早点下班回家陪着我。海小姐和战总感情真好。是很好，我家战先生太宠我了，我经常说他这样宠着我会把我宠坏的，我被他宠习惯了，万一以后他不宠我了，我肯定会受不了的。他却说他要宠我一辈子，要是有下辈子都还要宠我下辈子呢。这男人呀，说起甜言蜜语来真的甜死人，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听甜言蜜语。不过我家战先生向来一言九鼎，我相信他说到做到的。甜言蜜语谁都喜欢听，不过甜言蜜语往往是骗人的，信不得。既然海小姐现在没空，那改天我再约海小姐聊聊。我是很想和海小姐结交为友的，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毕竟我段氏与战氏在合作着大项目，时有来往。我交朋友的要求比较高，不计较出身，但很计较人品。人品不行的，出身再高贵，我也不愿意与之为友。也是，人品最重要。海小姐，能否给我一个联系方式？我改天再约海小姐出去喝杯咖啡。海童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段芊芊。海小姐，那我先走，改天再约。再见，段小姐，下次过来的时候，麻烦你把车停在门口的停车位上，不要这样乱停乱放。今晚是挡着我的车，我这个人脾气好，包容心强，不会和段小姐计较。要是挡着我家战先生的路了，段小姐这辆跑车就要报废了。是我的错，我记住了，对不起哈。我说了，我这个人脾气好，包容心强，不会因为段小姐的一次乱停乱放就生气的。段小姐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目送着情敌的车子远去了，
海童脸上的笑容敛了起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海童就没有怕过。